9月30号晚上9点40分，上海松江的一个购物中心里啊，一名歹徒手持2把利刃啊，逢人便捅，逢人便砍呐、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啊，就造成了3人死亡、15人受伤的悲剧。9月30号，大家都知道，正逢国庆节的前夜，这天晚上呢，很多人都已经准备过节了，所以很多人涌到了超市里头啊，去购买一些过节的物品。那个时间点啊，差不多也就是距离超市关门还有20分钟的时间，突然就有一名歹徒啊，从这个出口啊，进入到了这个购物中心。这栋大楼啊，1楼是个购物中心，然后还有一些食品的店铺，3楼呢是沃尔玛的超市。这个人呢，实际上肯定是有备而来，事先还踩好个点儿，因为他从出口进入的时候，有很多人从出口往外出嘛。就在这个出口的过程中，他就开始不停地用刀开始捅人，沿途一物啊，没有什么区别，逢人便捅。超市里当时就乱作一团呐，很多人都大喊捅人了，捅人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呢，一边捅人的时候，嘴里还说了脏话。当时有人呢，跟着这个2个人的后面呢，用椅子往他身上砸。这个人在1楼捅完之后，就奔向了2楼。据现场有一对小情侣回忆啊，他们当时啊坐着电梯啊走到2楼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歹徒啊在拿刀在捅人，这男朋友拉着自己的女朋友飞奔的逆行，开始重新跑到3楼。他说这辈子没有跑过那么快。跑到3楼之后啊，趴着围栏上往2楼一看，2楼啊有一个人呢就被捅倒在地上，肠子都出来了。当时他们吓坏了，就不停的就开始跑啊，边跑边喊说捅人啦，捅人啦。当时很多人还不相信呢，有些人跟着他们跑进了3楼的沃尔玛超市。结果这个歹徒呢，从2楼一直要到了3楼，到了3楼就在沃尔玛超市的门口又捅伤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捅完之后啊，就从这个超市里头走了出去，走到了大门外。几分钟之后，警察来到了现场，把他制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警方抓获这个人的时候啊，这个人浑身都是一些受害者的血迹，而且他的脸色很平静，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做的这一切啊，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上海市警方反应的还算是比较快。10月1号的凌晨2点10分，他们就公布了一个警情通报。他说，犯罪嫌疑人林某，今年37岁，在现场被抓获，18名受伤人员马上送往医院，其中有3人伤者啊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侦查，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来沪泄愤，实施上述行为。第2天啊，这沃尔玛超市啊就已经把血迹擦得干干净净，又恢复了营业。在门口呢，就增加了很多保安，也包括一些警察在现场巡逻。不可以拍吗？我也不能拍的啊。我很难想象啊，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惨剧的那些家庭啊，这个11这个黄金周他们怎么过？我看到现场的时候，就有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那地方哭，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警方也没有公布啊，就是这死亡的3个人中间包不包括未成年人。但是不管包括不包括吧，3名死者的家庭，也包括那些受伤的家庭，他们怎么过呢？尤其是这种案件，很可能有些家庭啊是多人一起受伤或者死亡，悲剧呀。10月1号的时候啊，网上开始流行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是松江警方给他上级部门写的汇报材料。这份汇报材料啊，我经过多方核实啊，证明它是真的。等一会儿我还会来讲一下我的依据啊。这份汇报材料啊，跟警方的通报信息我们做比对，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特别有意思。首先是他这个向上级的汇报材料的信息量比那个警方的通报信息要详细得多。他这里讲到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这个人叫林卫虎，那个警方的通报信息里只叫林某某，37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地区田阳县人，也就是邓小平的老乡。当年邓小平搞百色起义的那个地方2010年呢，他由老家到杭州来工作。2012年呢，结识并跟陈小龙，男，45岁，安徽宿州市人，居住地青浦区赵巷镇赵华路601弄6号301室，做工地货架工作，直至2015年。也就是说，这陈小龙是个老板，这个林卫虎呢就跟着他一起从2012年开始呢，在工地里头打工。那么后因呢，陈小龙欠他3-4万块钱的工资一直没有结，且至今追讨未果。后来呢，就是这个林卫虎就查询到陈小龙的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奉贤区，遂于今年8月23号购买火车票，从东莞到惠州，再补票到达上海南站。因找不到公司具体地址，飘至车墩地区球场路附近活动，晚上露宿街头。最近一次是9月10号，微信联系陈小龙讨要未果，后因生活拮据卖掉手机。案发当日，因寻找陈小龙多日未果，生活又无以为继，遂萌生报复社会的想法，随机选择人多的松江岳阳地区沃尔玛超市的地方砍人报复社会。其作案2把刀具系8月在抖音平台购买。那么欠薪老板的情况，陈小龙呢系上海前聘仓储设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20年到2021年期间，因多次拖欠工资，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被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判为失信执行人。目前，陈小龙于2024年9月30号15时12分。驾驶车牌号为 UQ366Y 的车辆从嘉闵收费站离沪。基本上的信息就是这些比较有价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吗？警情通报里讲的是，他是因个人经济纠纷来沪泄愤实施上述行为，但是这个给上级的汇报材料里面呢，讲的实际上是陈小龙欠薪，欠他的薪水欠了3-4万块钱。他到上海来讨薪，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经济纠纷给人感觉这个东西不知道谁对谁错，这是一个中立的词，对吧？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哥们儿有过错嘛，对吧？你是经济纠纷嘛。但是讨薪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可非常清晰了，就是陈小龙欠他的钱不给他，他自己讨要无果，那么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他虽然报复社会，但事出有因。但是说经济纠纷呢，你就不能这么说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警情通报里的这个信息其实特别有含义。他不想让全社会知道这个人是因为讨薪未果、走投无路才去报复社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林卫虎的情况他讲的这些细节我当时看了之后非常吃惊。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8月23号到了上海，9月30号作案，这中间有38天。这38天的时间里他全部露宿街头，他住不起酒店，住不起宾馆。上海最便宜的宾馆就是在松江那个地区，我也查了一下可能100块钱就能住到最便宜的旅店，但他住不起，他只能露宿街头。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这个林卫虎生活真的是困难。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到什么程度，他会露宿街头更令人触动的一个信息是9月10号这一天，他微信联系陈小龙继续讨要，陈小龙肯定是没答应他，没理他。他后来由于生活拮据，把手机卖掉了，大家想象一下，现代社会我们现在的手机功能早就不仅仅是发短信、打电话了。我们跟这个社会的联系基本就靠这个手机，比如你购物比如说你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你包括你社保甚至你买火车票你都是通过手机你现在用现金买，你看看有人卖给你吗？甚至很多地方都不接收离开了手机，很多人几乎都没办法生活。但是在9月10号的时候把手机卖掉了，为什么？我猜测他没钱吃饭了。你想想，他但凡经济上有一些这个可能性，他能露宿街头吗？那么他之所以连酒店都不住，他那些钱能做什么？无非就是国富而已。
到了9月10号的时候，他应该说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办法了，被逼无奈把最后的手机给卖了。但是一个二手手机，像他这样社会阶层的人能卖多少钱？一个旧手机现在能卖多少钱？我估计卖个100-200块钱了不起了，他也不可能买什么好手机嘛。那么从9月10号到9月30号这20天的时间里，他应该就靠着100-200块钱的卖手机的钱支持着在上海的生存，每天平均也就是10块钱左右。大家想象一下，就这样的这么一点点钱，他怎么吃饭？他怎么生活？所以要说他最后真的是走投无路报复社会，我觉得这个归因呢是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第三个，他的作案的这2把刀啊，是从抖音的平台8月份买的，但是现在不知道他8月份是在上海买的还是在这个东莞买的。如果他是在东莞买的，那么他从东莞坐火车到上海，那就说明这中间实际上的安检并没有查到这2把刀。那么如果他是上海买的，我又比较奇怪了啊，因为他在上海，他基本上都没有住的地方，他酒店都没有。他们如果在抖音买的这个刀，他怎么拿到的呢？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他在东莞那个地方已经买好了刀到了上海，但是他到了上海之后，最后他已经想清楚了，如果要是讨不到这个钱的话，他可能会报复这个陈小龙，找不到陈小龙，他会报复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假如说他8月份买了刀，到了9月30号他才去报复人，这中间也有1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本性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买了这把刀，最终到商场去杀人，这中间他有1个月的时间在一直犹豫。那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虽然最后杀人这个行为啊，本身呢，他虽然说是非常残忍，杀了3个人，伤了15个人，但是他良心未泯。如果他要是本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买完刀第2天他就应该去杀人，但是他犹豫了整整1个月，而且在过去的这1个月的时间里，他生活不着，流落街头，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为什么说这封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是真的啊？因为他这里头讲到了陈小龙是上海前聘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们在企查查了一下，这个陈小龙的确是这个前聘仓储设备公司的有限公司的代表，而且这个公司里头的确有多起诉讼。这个陈小龙啊，看来啊经营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欠税，然后欠别人的钱。他最近呢也被又重新列为失信人，也就是说限制高消费嘛，跟重庆的一家公司欠2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仓储费，他呢就不还，法院判决之后他还不还，于是又被列为了失信人，也就是说老赖嘛。那么警方的这个材料里头讲，从2020年到2021年期间，他因为多次拖欠公司，拒不履行，被宿州区永桥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我们也查了一下，在裁判文书网上的确查到了陈小龙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那么几个案件，都是劳动合同纠纷，就是欠人钱，一共2个人，少的1万多块钱，多的7万多块钱，他不履行，最后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所以啊，通过这些信息的比对，我们就知道这个汇报材料一定是真的。但这个汇报材料我查到最早呢，它来源于一个游戏网站的论坛里面，10月1号。我猜呢，就是上海警方在10月1号这一天，松江警方给上级部门写了这个汇报材料。体制内的有些人看到这个汇报材料之后，觉得有必要把它公开，于是呢，就把这个信息贴到了一个游戏的网站上，于是这个游戏的社区论坛里头流传到社会上去。现在这些信息已经被删掉了，但是这个信息啊，还是被公开了。这个案件啊，发生在11之前啊，应该说啊，特别令人痛心。因为国庆长假嘛，很多人都准备出去旅行啊。不准备出去旅行的这批人呢，也多数都希望能够在家好好休息。结果没想到，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里头发生这样的悲剧。什么原因？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陈小龙的信息啊，他多年当老赖，是失信被执行人。
为什么执行不了？他有履行能力啊，法院都说他有履行能力啊，他不执行，最后就把他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那么林卫虎被欠3、4万块钱的工资，那些人还知道打官司起诉这陈小龙，但是即便打完官司之后，陈小龙也没履行啊。但是这个陈小龙呢，他不是9月30号的时候还开着一辆汽车离开了上海吗？说明他名下还有汽车呀，说明他有资产呢，说明他上海他还有公司在正常运营啊。那么明明是有资产，明明是有正常的公司可以运营，明明是可以强制执行，那我们想问的是，法院为什么明明判决了都不履行，都不能强制执行？那么像林卫虎，他可能甚至没有能力去到法院去起诉，那有什么部门能够帮助他讨薪吗？如果这3、4万块钱陈小龙还给了他，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那问题是在他讨薪的过程中，他能找到任何途径来帮助他吗？没有，找不到。陈小龙就是不还给他的钱，怎么着了？此前那么多人，陈小龙欠钱，他当老赖也当得挺好啊。这个社会就给人感觉造成一个当老赖的这些人，他可以逍遥法外，可以过得逍遥自在。但是那些辛苦付出劳动，但是被欠薪的人却走投无路，求助无门。这不荒诞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林卫国，我给他画了一个像，他大概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外地人，广西人嘛，从东莞然后来到了上海，对吧？第二个呢是中年，37岁，今年。第三个呢就是失业，没有工作嘛。你想想，他如果但凡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他至于只身到上海去找陈小果吗？他至于到上海那个地方去露宿街头吗？肯定是没有工作。第四个是男性，4个人物画像。我为什么把这4个画像单独提炼出来啊？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类似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同类犯罪啊，基本上都有同样的特征。大家还记得吗？苏州去袭击日本人，最后把中国的胡友平给杀害的那个人，他叫周某某，52岁，外地的，到苏州没有职业，警方公布的信息啊，跟他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外地失业中年男？前几天在深圳杀害深圳日本人学校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叫钟某某，那钟某某42岁，也是无业，没有固定职业，是不是外地失业中年男？那个人也不是深圳的，是的，是深圳周边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人，他构成了现在这种报复社会的，或者说是恶性犯罪事件中间的一个主体构成人群。这个人群有什么特点？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中国放了一部电影吗？叫《逆行人生》吗？《逆行人生》讲的是什么？《逆行人生》讲的是白领中年失业男，是吧？那个人原本是一个公司的高管，然后失业了，是吧？前几年网上还有一篇文章说，星巴克里都挤满了中年失业男，给人感觉中年失业还蛮浪漫的，但实际上中年失业啊是充满了苦难的一个人群。但是像逆行人生所讲述的那样人呢，他本来是在社会上的高的一个社会群体，他跌落到哪儿？他跌落也就跌落到去送外卖，而且这本身还是一个艺术化的人生啊。那我想问的是，假如他原本就属于送外卖的这个社会群体，这个社会阶层，他如果再失业了怎么办？他会跌到哪里去？你比如说，这原先就是在建筑市场打零工的，就是个林卫虎，本身就属于这样人吗？他本身就属于跟送外卖同一个群体吗？当他失业的时候，他会掉到哪儿？他会怎么办？我记得啊，2008年的时候，中国也有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传到中国嘛，一夜之间有几千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这一次，最近一段时间，最近1年多，大家也知道，中国经济慢慢的也进入到了一个这个萧条周期。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现在的这批人，农民工，
他们遇到失业的情况，中年农民工不能回到农村呢？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真的有区别。08年的时候，中国到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啊，基本叫漂一代，在城市里打工的这个漂一代，他们原本就是在农村里种地，然后改革开放以后跑到城市里去打工了。如果城市的经济不好了，没有就业环境了，他们回到农村重操旧业，还可以在农地里头干活，还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年失业男，外地中年失业男其实就是农民工啊，他们其实是漂二代。这漂二代跟漂一代有什么区别呢？这漂二代啊，基本上跟他父母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根本不会干农活。他们有些就是在城市里出生的，有些虽然出生在农村啊，但是他成年之后就生活在城市，就是在城市里打工，要么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要么在中国南方大大小小的工厂的车间的生产线上，要么在建筑工地里面。他们是这个整个城市建设中间的主力军，他们根本不会干农活，他们没干过，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实际上充满着陌生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办法通过继续干农活来养活自己，他真的不会干。这些人，有些人别说不会干农活了，他们家里的房子都倒了，都塌了，因为几十年在外面生活，那个所谓的故乡实际上离他们已经渐行渐远。但问题是，他们在城市里头，城市是他们的家吗？不是啊。当他们失业的时候，城市会管他们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们属于外地人员。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一个又一个的警方通报里头、警情通报里头都讲的这些人是外地人员。外地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归我管，你只有犯罪的时候才归我管。你真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不会管你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会管这些外地人员的。真失业了没人管的。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那个社会保障制度会管他们吗？也不会管，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缴纳社保嘛。所以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没有覆盖这个群体的。但是这个社会群体一旦要是掉落到社会最底层，一旦要是失去了工作，一旦要是失去了生存能力，走投无路，他们最有可能对这个社会发起报复。雄性荷尔蒙的激素嘛，对吧？当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他觉得他自己生活无着、生活无望的时候，他就要报复这个社会。所以啊，这个群体在我看来，最近随着经济的不好啊，经济的下行啊，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啊，经济回升的过程中间，慢慢把它从这种底层状况中间拯救出来。经济万一不好呢？这种经济下行万一还会再持续2年怎么办？所以啊，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想办法覆盖这些人。研究社会保障的人呢，过去曾经有一个理论呢，什么叫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你不要认为仅仅就是在给这些低收入者、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呢，那么这么一种施舍，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中间的富裕阶层，或者说哪怕是中产阶层，花钱在购买自己的安全保障。因为人跟其他的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他会讲究公正，他内心有公正的观念。当他觉得这个社会不公正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泄愤的目标指向跟他自己没有明确利害关系的普通人，因为他觉得他的失败，这个社会有责任。当他跌入到社会底层的时候，既然没有人管他，他也就不会管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所以这是当务之急。但是啊，我今天在这里我要讲一个细节啊，别说社会保障了，这些人在中国的统计报表里都是不被统计的一批人。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中国的失业统计里头啊，过去就分为2类，一类呢叫青年失业率，18岁到25岁，第2类呢就是25到59岁之间，就是这2个统计，就是专门把青年失业率拿出来统计了。但是你想想，25岁到50岁、59岁之间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中间的失业不同年龄结构，
那肯定是应该有更详细的信息，这个对社会才有价值呢。但是不统计，全社会大家都认为不可理解，所以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增加了一个数字，增加了一个什么数字呢？统计了25岁到29岁的青年失业群体。然后呢，第3部分就是30岁到59岁，但是30岁到59岁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模糊空间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人，多数都是40、50人员，他们一旦要是失业了，就很难再就业。在今天的劳务市场，就假如尤其你是体力劳动者，你在40岁、50岁失业之后，很难再重新进行再就业。这一部分没有单独统计。所以我就说，这个社会啊，不但没有给这部分群体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甚至他们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表里面，在8月份的数据里，它有这样2项统计，说外地在城市就业人口的失业率是4.9%，那么失业率，青年失业率是多少？但是唯独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地的在城市就业的人口中间的中年失业率，它有个总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失业率，就青年失业率，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也包括30岁到59岁的失业率。但是外地在城市里头打工的这批人群里头，30岁到59岁的失业率有吗？没有，没有被统计。所以他不但是被这个社会保障忘记的人，他们甚至是被这个社会统计数据遗忘的人。但是你在统计报表里头遗忘这些人，他们还存在啊，他们的那些走投无路的那种情绪啊，还会最终爆发呀。那爆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社会现实。从吉林刺杀的那个美国人，到苏州刺杀的胡友平，到深圳刺杀的那个日本人学校的孩子，再到上海15人受伤3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事件，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忽视这个群体的代价。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经济的现在的这个速度的下降，要解决这个社会不公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社会中间一定会人人自危，没有任何人会能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又一个崩溃的，是的。你知道吗？我要养我妈。我要养我女儿，我不可以陪你们吗？我都陪不起。国庆假期首日，全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安徽颍上的老街，人们举行欢乐喜庆的民俗彩。